今晚，我們要把目光投向夜空中一個看似不起眼的淡淡光斑。它不會像月亮那樣明亮，也不會像金星那樣耀眼。如果你站在城市裡，甚至根本看不見它。可是，只要你離開燈光，走進一片真正黑暗的夜晚，抬頭望向仙女座的方向，你可能會看到一小團模糊的光，它像一縷被夜色擦淡的雲，又像天空深處一點沒有散開的霧。那一刻，請你先不要急着眨眼，因為你看到的並不是一顆星，也不是一團普通星雲，你看到的是一整個星系，一個擁有大約1兆顆恆星的巨大宇宙島。它就是仙女座星系。而真正震撼的地方在於，你眼前那片淡淡的光已經在宇宙中飛行了大約254萬年，才終於抵達你的眼睛。也就是說，你看到的不是仙女座星系現在的樣子，你看到的是254萬年前的仙女座。那時候，地球上的早期人類才剛開始使用石器。那時候，現代文明還沒有出現，城市、文字、國家、科學、望遠鏡，全部都還在遙遠的未來。這就是今晚我們要進入的故事，不是一個普通星系的介紹，而是一場從肉眼可見的微光進入宇宙尺度、時間深淵、星系演化與人類命運的旅程。我們先從一件你今晚就有可能做到的事情開始：親眼尋找仙女座星系。如果天氣晴朗，月光不強，而且你能遠離城市燈光，就可以試着抬頭尋找仙後座。仙後座很容易辨認，它在天空中像一個歪斜的 W， 從這個 W 的中間往飛馬座方向延伸，你會在半路附近找到一片模糊的橢圓形光斑，那就是仙女座星系。用肉眼看，它不像照片中那樣壯麗，它没有清楚的懸臂，沒有耀眼的核心，也沒有滿天散開的星雲，它只是一抹細長、模糊、幾乎有點害羞的光。可是這一點光欺騙了我們的直覺，因為你真正看見的只是它最明亮的中心區域。如果用長時間曝光的相機，尤其加入紫外線与氢 alpha 波段的觀測，仙女座星系會向外延伸得更遠、更大。它在天空中的可見範圍遠遠超過肉眼能捕捉的那一小片朦朧。它的整個盤面直徑大約可以達到5到6度。換句話說，如果把滿月一個接一個排在天空中，可能要排上10到12個滿月，才差不多能跨過它的主要範圍。很多人聽過仙女座有30個滿月那麼大的說法，這個說法並不精確，常常來自對早期資料的誤讀。但即使不採用這個誇張版本，真正的仙女座仍然遠比我們肉眼看到的大得多。這正是宇宙最奇妙的地方。有些東西看起來很小，只是因为它離我們太遠。1000多年前，人類已經注意到這片微弱的天光。公元964年，波斯天文學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蘇菲描述過它，稱它為一小片雲。這個描述非常美，也非常準確，因為在沒有望遠鏡的年代，它真的就像天空中一小塊沒有散開的雲。但蘇菲並不知道，她看到的不是雲，那不是地球大氣中的東西，也不是銀河系裡的一團氣體，那是一整個星系，
很長一段時間裡，天文學家也以為它是星雲。在望遠鏡剛剛開始改變人類視野的年代，人們把天空中模糊的天體都稱為星雲。誰也不敢肯定，這些模糊斑塊到底是在銀河系之內，還是在銀河系之外。直到20世紀20年代，埃德溫·哈勃使用威尔遜山天文台的100英寸望遠鏡，才真正撕開了這層迷霧。他在仙女座那片模糊光斑中，分辨出了單顆恆星，其中有一類特別重要的恆星，叫做造父變星。造父变星会規律地變亮、變暗。更關鍵的是，它們變化的周期和真正的亮度有固定關係。只要知道它變化的節奏，就能推算出它本身有多亮。再把它真正的亮度和我們看到的亮度比較，就能知道它距離我們有多遠。哈勃利用這把宇宙尺，得出一個震撼世界的結論：仙女座不在銀河系裡，它在銀河系之外。它不是一團雲，而是另一座星系。這個發現幾乎改寫了人類對宇宙的想象。在那之前，很多人以為銀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在那之後，人類才真正知道，银河系只是無數星系中的一個，而仙女座是距離我們最近的大型星系鄰居。它距離地球大約254萬光年。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大，但如果只是聽過去，它很容易變成一串沒有感覺的天文數字。所以我們把它拆開來看，光速大約是每秒30萬公里，這已經是宇宙中的速度極限。沒有任何訊息、任何物質、任何飛船可以比光更快。陽光從太陽到地球只需要8分20秒左右，所以如果太陽突然消失，我們不會立刻知道，我們還會照常沐浴在陽光下8分鐘，然後黑暗才會抵達。距離太陽最近的恆星比鄰星，它的光要飛 4.24 年才能來到地球。可是仙女座星系的光要飛254萬年。當那束光從仙女座出發時，地球上的早期人類還在非洲大草原上行走。他們不知道星系是什麼，不知道望遠鏡，不知道數學可以丈量宇宙，甚至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後代會在254萬年後抬頭接住這些光。我們整個有文字記錄的文明史和這段旅程相比，只是一瞬間。從第一座城市到今天的網絡、衛星、太空望遠鏡，所有这一切加起來，都不到光從仙女座飛到地球所需時間的一小部分。如果你能坐上一艘理論上以光速飛行的太空船，也需要254萬年才能抵達仙女座。這還是在物理允許的最快速度下。而人類真正造出的最快探測器之一——帕克太陽探測器，在接近太陽時，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約70萬公里。這聽起來已經快到不可思議。可如果用這個速度飛往仙女座，大約需要39億年。39億年，幾乎和地球生命演化的大尺度歷史相當。旅行者1號是目前飛離地球最遠的人造物體。它在1977年發射，已經穿越了太陽系邊界，進入星際空間。但以旅行者1號的速度前往仙女座，需要440多億年。這比宇宙目前的年齡還長好幾倍。所以，當你看着仙女座，請記住，
它不是遠方一盞小燈，它是遠到幾乎超出人類直覺的另一座恆星大陸。仙女座星系是一個棒旋星系。所謂棒旋星系，就是它的中心並不是單純圓形，而是有一條棒狀的恆星結構。螺旋臂從棒狀結構的兩端延伸出去，像一個旋轉了數十億年的巨大宇宙漩渦。我們的銀河系其實也是棒旋星系，所以仙女座不只是我們的鄰居，也像是一面巨大的鏡子。我們研究它，其實也是在研究自己所在的銀河系。仙女座星系的直徑大約22萬光年。換句話說，就算光從它的一端出發，也要飛22萬年，才能到達另一端。相比之下，銀河系的直徑大約10萬光年。仙女座比銀河系更大，也更寬廣。它大約包含1兆顆恆星。1兆顆，這個數字很容易讓人麻木。我們換一種方式理解，如果你從現在開始數仙女座裡的星星，1秒數1顆，不吃飯，不睡覺，不休息，你要數大約32000年。32000年，比人類從最早城市文明到今天的全部歷史還要長。而每一顆星都可能像太陽一樣，擁有自己的行星、衛星、小行星、彗星。在那些星球上，也許有冰封的海洋，也許有火山噴發，也許有早已熄滅的世界，也許在某些極其遙遠的地方，曾經有過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的故事。在仙女座星系的中心，藏着一個超大質量黑洞，它的質量大約是太陽的1億4000萬倍。相比之下，我們銀河系中心的黑洞人馬座 A 星，質量大約是太陽的400萬倍。仙女座中心黑洞的質量大約是它的35倍。這個黑洞不像電影裡那樣到處吞噬一切，目前它看起來相對安靜，沒有像類星體那樣劇烈的噴發。但安靜不代表無害，只要一團氣體雲或者一顆倒霉的恆星太靠近它，情況就可能瞬間改變。黑洞強大的潮汐力會把恆星拉長、撕裂，恆星不再是一顆球，而會被拉成一條炙熱的氣體長河。這些物質螺旋式地落向黑洞，溫度升高到數百萬度，釋放出強烈的 X 射線，然後在世界之外永遠消失。多年來，天文學家曾經懷疑，仙女座的核心是否可能藏着2個超大質量黑洞，因為觀測中核心區域看起來像有雙重結構。但後來更深入的分析顯示，這更可能是一個黑洞，外面包圍着一個偏心的恆星盤。也就是說，那種雙核外觀是恆星軌道排列造成的視覺效果，而不是2個黑洞並排存在。這反而更有意思，因為它提醒我們，宇宙並不只用大爆炸來制造震撼。有時候，一個看似簡單的光點背後，就藏着極其複雜的動力學結構。仙女座星系的中央核球非常巨大，它的跨度大約3萬光年，幾乎相當於銀河系直徑的1/3。在這個核球裡，擠滿了數千億顆古老恆星，它們多半是年老、偏紅、金屬含量較低的恆星。所謂金屬，在天文學裡指的是比氢和氦更重的元素。這些老恆星誕生於宇宙比較早期的時代，
那時候還沒有太多前代恆星死亡後留下的重元素。如果你能站在仙女座星系核心附近某顆行星上，夜空可能完全不是我們熟悉的樣子。那裡恆星密度極高，天空中可能有成千上萬顆亮星，亮到能投下影子。真正的黑夜可能根本不存在，你会生活在一種永恆的星光暮色中，但那樣的環境也充滿危險。强烈輻射、密集恆星、頻繁的引力擾動，都會讓那裡成為一個壯麗卻不安定的地方。從中心往外看，就是仙女座壯觀的螺旋臂。很多人以為螺旋臂像風車的葉片，是一條固定的物質結構，但實際上並不是。螺旋臂更像交通堵塞。想象一條環形高速公路，車子一直在向前開，但某些地方會因為車流聚集而變得擁擠。擁堵的位置本身並不是某一群固定的車，車輛會進入堵點，也會離開堵點，但堵塞的形狀卻可以存在很長時間。螺旋臂也是這樣，它們是密度波，恆星和氣體雲會穿過這些密度波，當氣體被壓縮，就可能坍縮，形成新的恆星。這就是為什麼螺旋臂看起來特別明亮，因為那裡是星系裡最重要的恆星育嬰室之一。在密度波推動下，巨大的分子雲被壓緊，雲中的某些區域開始塌縮，溫度升高，最後點燃核融合，新恆星誕生了。其中最耀眼的是 O 型和 B 型恆星，它們巨大、炙熱、藍白色，亮度可以是太陽的數千倍、數百萬倍，但它們也非常短命。它們像宇宙中的煙火，燃燒得猛烈，也結束得迅速。幾百萬年後，它們就可能以超新星的形式爆炸。也正因如此，這些藍色巨星往往還來不及遠離出生地，就已經走到生命終點。所以在星系照片中，旋臂常常呈現藍色而明亮，像一條條正在燃燒的生命帶。仙女座的螺旋結構並不完美對稱，它有些地方更亮，有些地方更彎曲，有些地方像被拉扯過。這並不是偶然。星系不是安靜漂浮的孤島，它們會相互靠近、拉扯、碰撞、吞噬。仙女座在過去數十億年中，曾經與其他星系發生過合併。這些引力衝擊就像在水面上掀起巨浪，會在星系盤中留下長久的痕跡。大約8億年前，仙女座可能經歷過一次大規模擾動或合併事件。這場遠古碰撞破壞了原本較規整的螺旋結構，留下至今仍可見的不對稱。換句話說，仙女座今天看起來的樣子，是宇宙暴力歷史留下的傷痕。在仙女座的旋臂中，存在着巨大的分子雲，那是星際空間裡最冷、最濃密的區域。有些雲團可以跨越數百光年，裡面包含足以形成數百萬顆恆星的物質。這些雲主要由分子氫組成，也混有一氧化碳、氨，以及更複雜的有機分子。還有一種不起眼卻非常關鍵的東西——塵埃。塵埃顆粒很小，主要由碳和矽酸鹽構成，它們只占星際介質很小的一部分，但作用巨大。它們能遮擋光線，讓一些區域看起來像黑色裂縫。它們也能保護分子雲內部不被紫外線破壞，讓氣體保持低溫，準備塌縮成星。
更重要的是，塵埃表面可以讓原子相遇，組合成分子。沒有塵埃，宇宙中的化學反應就不會如此豐富。在可見光中，這些分子雲常常像黑色剪影，但紅外線望遠鏡可以穿透塵埃，看見裡面正在形成的溫暖圓恆星。這就像把宇宙育嬰房的窗簾拉開，讓我們看見恆星誕生前最隱秘的時刻。仙女座的恆星形成並不是均勻分布的，在距離中心大約32000光年的地方，有一個明顯的恆星形成環。在紫外線影像中，這個環會非常醒目，像一圈正在發光的生命帶。這個環的起源仍然不是完全確定，它可能與中央棒狀結構有關。棒狀結構可以把氣體向內或向外引導，讓氣體在某些半徑聚集，形成共振區域，進一步促進恆星誕生。這些地方就像星系裡的大型工廠，一團團氣體被壓縮，一批批恆星被點燃。幾百萬年後，一些巨星又爆炸死亡，把新的元素噴回太空。星系就這樣一邊創造，一邊毀滅，一邊更新自己。恆星的一生決定了星系的樣貌。恆星不是永遠不變的燈泡，它們會誕生，會燃燒，會衰老，會死亡。而他們的命運幾乎在出生時就被一個條件決定：質量。質量小的紅矮星燃燒很慢，它們像宇宙中最耐心的燭火，可以存活數萬億年，這比宇宙目前的年齡還要長得多。也就是說，宇宙誕生以來形成的紅矮星現在幾乎都還在發光。像太陽這樣的中等質量恆星可以穩定燃燒數十億年，太陽已經燃燒了約46億年，未來還會持續約50億年。等核心氫燃料耗盡後，太陽會膨脹成紅巨星，最後拋出外層氣體，留下白矮星。那顆白矮星會在漫長的時間裡慢慢冷卻，變成一塊沉默的恆星灰燼。而大質量恆星命運就完全不同，它們活得短，卻亮得驚人。它們的光能照亮巨大星雲，也能把周圍氣體電離，但它們消耗燃料太快，幾百萬年甚至1000萬年左右就可能走到終點。當核心燃料耗盡，重力突然占上風，恆星核心會猛烈坍縮，外層物質被拋向太空，形成超新星爆發。在短短幾週內，一顆超新星釋放出的能量可能相當於太陽一生釋放能量的總和。超新星不只是毀滅，它也是宇宙的煉金爐。碳、氧、硒、鐵以及許多更重的元素都在恆星生命與爆炸中誕生。這些元素被拋回星際介質，成為下一代恆星、行星，甚至生命的材料。所以，當我們說自己來自星辰，這不是詩，這是物理。你身體裡的碳、氧、鈣、鐵都曾經在某些早已死亡的恆星內部被高溫與重力鍛造出來。在仙女座星系裡，所有這些階段都同時存在。有紅矮星正在安靜誕生，有像太陽一樣的恆星在穩定燃燒，有紅巨星膨脹到驚人的尺度，有行星狀星雲像彩色氣泡一樣擴散，也有大質量恆星在某些角落爆炸。
把能量和重元素重新注入星系。星系不是死物，它是一套巨大的循環系統。恆星誕生，恆星死亡，物質回收，新一代恆星在誕生。這個循環一走就是數十億年。仙女座星系中也充滿各種星雲，它們是氣體與塵埃組成的雲，也是恆星生命故事中最有畫面的章節。氦区也叫發射星雲，是年輕炽熱恆星照亮的氢氣雲。當紫外線打到氢原子上，電子被擊出，氣體被電離。當電子重新回到原子身邊，就會釋放特定波長的光。其中最著名的是氢 alpha 線，讓這些星雲在照片中呈現紅色。這些紅色星雲是恆星正在形成的標誌，那裡有氣體被點亮，有新星正在誕生，也有巨大的年輕恆星正在改變周圍環境。行星狀星雲名字裡有行星，卻和行星沒有關係。這個名字只是早期望遠鏡觀測留下的歷史誤會。行星狀星雲其實是中等質量恆星死亡時拋出的外殼。像太陽這樣的恆星到了晚年，會把外層氣體一層層吹出去，中央留下炙熱的白矮星核心。這個核心釋放紫外線，照亮周圍氣體，形成美麗卻短暫的星雲。它像恆星臨終前最後一次發光。幾萬年後，氣體散開，光芒變淡，這段死亡宣告就會消失在星際空間裡。還有超新星遺跡，那是大質量恆星爆炸後留下的殘骸。爆炸衝擊波以每秒數千甚至上萬公里的速度向外推進，撞擊周圍氣體，把它們加熱到數百萬度。這些區域會發出 X 射線，也會成為宇宙射線的重要來源。宇宙射線是接近光速運動的高能粒子，它們在星系磁場中螺旋前進，穿梭於氣體和塵埃之間。它們看不見，卻能改變星際介質的能量平衡。仙女座星系裡也有磁場，磁场不是地球指南針那種局部現象，而是橫跨星系尺度的巨大結構。電離氣體在星系盤中運動，像導電流體一樣，可以透過類似發電機的效應產生和放大磁場。星系自轉又把磁力線拉伸、扭曲，使它們沿着螺旋臂方向排列。這些磁场通常非常微弱，比地球磁场弱很多，但它們作用在星系尺度上，意義就完全不同。它們可以支撐氣體雲，影響恆星形成，也能限制宇宙射線，不讓高能粒子立刻逃出星系。宇宙不是只有看得見的星星，還有磁场、射線、塵埃、氣體和大量看不見的暗物質。暗物質是仙女座真正的隱形骨架。天文學家透過測量星系不同位置的旋轉速度，發現一個怪異現象：如果只計算看得見的恆星、氣體和塵埃，星系外側的恆星應該轉得比較慢。可是實際觀測顯示，它們轉得太快了，快到如果沒有額外質量提供引力，它們早就應該被甩出星系。這意味着兩種可能：要麼我們對引力的理解有問題，要麼星系裡存在大量我們看不見的物質。目前主流解釋是暗物質，它不發光，不吸收光，也不反射光，我們看不見它，卻能透過它的引力感受到它的存在。仙女座星系被一個巨大的暗物質暈包裹着，
這個暗物質暈遠比可見星盤更大，它像一個看不見的引力海洋，把恆星、氣體和衛星星系都束缚在一起。如果沒有暗物質，仙女座可能根本無法維持今天這樣的結構。它的懸臂外圍恆星、衛星星系都會呈現完全不同的命運。而仙女座的可見盤面之外，還有一個更廣闊、更幽暗的區域——星系暈。我們平常看到的仙女座，只是它明亮的部分。真正的仙女座向外延伸得非常遠，它的恆星暈至少可以延伸到50萬光年左右。那裡的恆星很稀疏，也很古老。如果太陽位于那種外暈區域，最近的恆星可能不在4光年外，而是在數百光年外。夜空會黑暗得令人不安。在這片幽暗的外暈中，藏着仙女座吃掉其他小星系留下的痕跡。當一個矮星系靠近仙女座，巨大的潮汐力會把它拉扯、撕裂。它的恆星會沿着原本軌道散落，形成長長的星流。這些星流就像宇宙考古遺跡，它們記錄着過去的吞噬、碰撞與合併。每一條星流都是一個曾經存在的小星系留下的殘影。泛仙女座考古調查，也就是 PANDAS， 曾經用大型望遠鏡仔細觀測仙女座周圍的廣大區域，揭露出大量恆星流、星殼與過密結構。這些結構告訴我們，仙女座不是一開始就長成今天這麼大，它是靠着不斷吞噬較小星系慢慢長大的。星系的成長有時候像建造，更多時候像同類相識。仙女座旁邊還有一些著名衛星星系，例如 LM32 和 M110， 它們看起來像仙女座身邊的小伴侶，但在重力尺度上，這種陪伴並不溫柔。它們正在受到仙女座引力影響，長期來看，可能逐漸被剝離、瓦解，最後融入主星系之中。在外暈裡，還有球狀星團。仙女座擁有大約數百個球狀星團，每一個球狀星團都像一座極其古老的恆星城市，裡面可能有數十萬顆恆星，緊密聚集在只有幾十到幾百光年的空間中。這些星團多半形成於宇宙早期，年齡可以超過120億年。它們是星系考古的化石，研究它們的年齡、化學成分和運動方式，就能追溯仙女座在宇宙年輕時的成長歷史。要真正理解仙女座，不能只看可見光，因為星系的許多秘密藏在眼睛看不見的波段裡。電波可以揭示中性氫氣體，21公分譜線能讓天文學家繪製出冷原子氫的分布。這些氢氣常常延伸到可見星盤之外，顯示仙女座的氣體盤是扭曲而不對稱的。紅外線可以穿透塵埃，看見隱藏的恆星形成區。那些在可見光中被遮住的地方，在紅外線下會重新亮起。史匹哲太空望遠鏡的紅外觀測就曾經清楚呈現仙女座懸臂中的溫暖塵埃與恆星育嬰室。紫外線則凸顯年輕炙熱的大質量恆星。只要某個地方在紫外線中明亮，就表示那裡近期可能正在形成新恆星。X 射線讓我們看到高能宇宙、超新星遺跡、吸積中的中子星與黑洞、冀近雙星系統，都可能在 X 射線中發光。表面看來平靜的仙女座，在 X 射線影像裡，其實點綴着大量炙熱而激烈的天體。
伽馬射線則來自更極端的過程。宇宙射線撞擊星際氣體，脈衝星發出高能粒子束，某些爆炸產生放射性衰變，這些都可能帶來伽馬射線訊號。所以，一張可見光照片永遠不是全部。星系像一部巨大的交響樂，可見光只是其中一種樂器。電波、紅外線、紫外線、X 射線、伽馬射線，全部合在一起，我們才真正聽到宇宙完整的聲音。那麼，我們究竟如何知道仙女座距離我們254萬光年？這就要談到天文學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宇宙距離階梯。測量宇宙距離不像測量地面，你不能拉一條尺，也不能把雷達直接打到仙女座，再等它反彈回來，距離太遠了。所以天文學家建立了一層又一層的方法。近距離用雷達和幾何，更遠一些用视差，再遠一些就靠標準燭光。視差很好理解，你把手指放在眼前，先閉左眼，再閉右眼，手指相对背景的位置會跳動。地球繞太陽運行時，我們看附近恆星也會有類似的位置變化。只要測量這個微小位移，就能用三角幾何算出距離。但是視差只能用在相对近的恆星，再遠，角度太小，就量不準了。這時候，就需要造父變星這樣的標準燭光。如果你知道一盞燈真正有多亮，再看它從遠方看起來多暗，就能推算它距離你多遠。造父变星就是宇宙中非常重要的燈塔。1912年，亨利·埃塔·斯旺列维特發現，造父变星的亮度變化週期和它真正的光度有明確關係。這個發現看似簡單，卻徹底改變天文學，因為它讓人類第一次有能力比較可靠地測量銀河系之外的距離。哈勃用這種方法測量仙女座，雖然它最初的距離估算偏低，因為當時還不知道造父變星其實有不同類型，但他的結論已經足夠震撼。仙女座在銀河系之外，宇宙比我們想象的大得多。今天，借助哈勃太空望遠鏡與更精確的校準，我們把仙女座的距離定在大約254萬光年，不確定度只有幾個百分點。更遠的宇宙則需要更亮的標準燭光，例如 A 型超新星。這些白矮星爆炸的亮度非常高，即使在數十億光年外也能被觀測到。它們幫助天文學家測量宇宙深處的距離，也參與了宇宙加速膨脹的重大發現。所以仙女座不只是鄰居，它也是宇宙距離階梯上的關鍵台階。如果這一階不穩，往更遠宇宙的測量也會受到影響。仙女座的故事還牽涉到整個星際介質。恆星與恆星之間並不是空無一物，那裡有稀薄的氣體、塵埃、磁場、宇宙射線。這些看似稀薄的物質，卻決定星系能不能繼續形成恆星。仙女座目前每年大約形成一個太陽質量的新恆星，聽起來不少，但放在一個依照恆星級別的大星系中，其實並不算活躍。這表示仙女座可能已經進入比較成熟、比較安靜的階段。早期活躍時期的許多氣體已經變成恆星，或者被加熱、吹散、重新分布。它仍然在形成新星，但節奏不再像年輕星系那樣激烈。它像一座經歷過盛年、正在逐漸
沉穩下來的宇宙巨城。不過，沉穩不代表靜止。仙女座仍在演化，它的恆星在運動，它的氣體在流動，它的衛星星系在被拉扯，它的暗物質暈在襲擊周圍物質，它的懸臂在密度波中維持形狀，它的磁場在星系盤中被拉伸，它的中心黑洞也可能在未來某個時刻被重新餵食。以人類一生來看，這一切幾乎不變。4萬年前，人類祖先在洞穴壁畫上留下手印時，仙女座看起來和今天差不多。4萬年後，它也不會有明顯改變。但在宇宙尺度上，它一直在動。100萬年，它會形成約100萬個太陽質量的新恆星。10億年，這個累積就會變得非常可觀。同時，就恆星死亡、物質回收、星系慢慢老化、星系演化，就是這種慢到人類看不見，卻足以改變宇宙面貌的長時間進程。而仙女座與我們銀河系之間，還有一個不可避免的未來，它正在向我們靠近。兩個星系目前以每秒約110公里的速度互相接近，這個速度對人類來說很快，但跨越254萬光年的距離，就顯得無比漫長。大約40多億年後，仙女座將與銀河系開始正面接觸。請注意，星系碰撞和我們想象中的車禍不一樣。恆星之間距離太遠，真正的恆星直接相撞幾率非常低。銀河系和仙女座相撞時，絕大多數恆星會彼此擦肩而過。真正相撞的是引力，兩個巨大暗物質暈會先互相穿透，恆星軌道會被重塑，氣體雲會碰撞、壓縮，引發新的恆星形成。星系盤會被拉長、扭曲，形成潮汐尾。夜空中的仙女座會越來越大，從一個淡淡光斑變成橫跨天空的巨大星河。幾十億年後，銀河系和仙女座可能會合併成一個更大的橢圓星系。有時候，人們把這個未來星系稱為銀河仙女座，或者 Milky Way。到那時，今天的螺旋臂可能已不復存在，我們熟悉的銀河盤面會被重組，仙女座的恆星、銀河系的恆星，以及大量暗物質，會共同形成一個新的巨大系統。如果那時地球還存在，太陽已經進入生命晚期，它會變得越來越明亮，地球環境也早已不再適合今天這樣的生命。所以人類是否還在，是否已經前往其他世界，沒有人知道。但從宇宙角度看，這場碰撞已經在路上。它不是可能性，而是時間問題。仙女座與銀河系的未來合併，提醒我們一件事：宇宙不是一張靜態照片，它是一部極慢、極大的電影。只是每一格都要幾百萬年，甚至幾十億年。今晚，當你再一次看向仙女座那片模糊光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3層故事。第一層是肉眼看見的光，淡淡的、安靜的，幾乎像不存在。第二層是它真正的規模。1兆顆恆星，22萬光年寬，中心藏着1億4千萬個太陽質量的黑洞，外圍還有巨大的暗物質暈和古老星流。第3層是它與我們的命運，它不是遠方無關的風景，它正在向銀河系靠近，
在足夠長的時間後，它會與我們的星系合而為一。我們研究仙女座，不只是為了知道另一個星系有多大，更是為了理解銀河系本身。因為銀河系身處其中，我們很難從外面看清自己的形狀。仙女座就像一個相似但在外部可觀測的範本，它讓我們理解螺旋星系如何誕生，如何成長，如何形成恆星，如何吞噬衛星，如何被暗物質支撐，又如何走向未來的合併。仙女座是一面鏡子，它照見的是宇宙，也是我們自己。更令人震撼的是，人類竟然能理解这一切。我們只生活在一顆小小的岩石行星上，我們的身體是為地球環境演化出來的，我們的大腦原本是為了尋找食物、躲避危險、理解身邊的人而形成的。按理說，演化並沒有特別替我們準備一套能理解254萬光年外星系的工具，可是我們做到了。我們發明了數學，發明了望遠鏡，發明了光譜分析，發明了太空探測器。我們用造父變星測距，用電波追蹤氫氣，用紅外線穿透塵埃，用 X 射線尋找黑洞，用伽馬射線捕捉高能宇宙。我們不只看到仙女座，我們還能測量它，拆解它，重建它的歷史，甚至預測它的未來。這才是真正的奇蹟。不只是宇宙浩瀚，而是如此渺小的我們，竟然能對浩瀚宇宙提出問題，並得到答案。所以，下一次當你在黑暗夜空中看到仙女座，請不要只把它當成一個模糊光點。那是萬億顆太陽共同發出的光，那是254萬年前出發的遠古訊息，那是星系碰撞、恆星誕生、黑洞沉睡、暗物質支撐、宇宙演化共同寫成的一封信。而你，在地球上，在短暫的人生中，剛好接住了它。今晚，如果你願意，就抬頭看一眼天空，也許你看不見仙女座，也許城市燈光太亮，雲層太厚，月光太強，但它就在那裡，在黑暗深處，安靜地旋轉，慢慢地靠近，帶着1兆顆恆星，帶着數十億年的歷史，帶着未來與銀河系相遇的命運，向我們走來。宇宙不是遠離我們的，我們就在宇宙裡，我們是它的一部分。我們身上的元素來自死去的恆星，我們眼中的光來自遙遠的星系。我們的好奇心則讓這些遙遠事物不再只是黑暗中的沉默。仙女座星系告訴我們，人類很小，生命很短，但理解宇宙的能力卻可以把我們的思想帶到數百萬光年之外。這就是夜空最深的魅力，它讓我們安靜，也讓我們震撼。它讓我們感到渺小，也讓我們意識到，能夠理解渺小本身就是一種偉大。晚安，願你今晚帶着這個畫面入睡。在遙遠的黑暗中，仙女座星系正像一座巨大的星光漩渦，緩慢旋轉，它的光穿越數百萬年，落進我們的眼睛，而我們終於知道了那道光背後的故事。